眼前这辆报废的盗气蝰蛇是康纳用了5万美刀买下来的。从视频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这辆车的情况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前脸损伤的非常严重，基本上已经被撞没了，里面的零件散落一地，而且残留的车身套件也支离破碎。尽管它们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，但康纳还是将其包扎得严严实实，并完整的装到了自己的拖车上，生怕返程路上的颠簸对其造成2次伤害。要是后续处理得好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回收修复一下，这样能省掉不少成本。经过1晚上的长途跋涉，康纳总算是回到了自己的车库。现在这辆车的具体情况他也不是太清楚，等到将蝰蛇给卸下来之后，需要进行一番仔细的检查。这辆车和之前的超跑不一样，发动机并不是在后面的，而是类似于我们平常开的车子，引擎处于车子的前端。这也就意味着在经受的猛烈的撞击之后，发动机很可能受到了影响。不过目前还没有经过系统的检查，车子是什么情况还不得而知。当镜头来到车头前面时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卡钳被挂在上面，要不是有绳子固定，估计早就不知道飞哪里去了。这还不是最严重的，当康纳看到下摆臂的时候，也是瞬间惊呆了，这里只剩下了半个支架，后面用来固定的底座也扭曲了。在遭受这么严重的撞击之后，他推测这辆车的主体支架估计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，后续修复起来应该会比较困难。另外这里大家仔细看，会发现发动机竟然也是不对称的，上面的盖子少了一个，而且当康内站的原点之后看向这辆车，发现车身整体往右边倾斜，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，说明车子的受损情况远超想象。不过这辆车也不是一无是处，它尾部的状况还算不错，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影响，只是后轮毂有一些擦痕，侧板也被刮掉了而已。接下来康奈想尝试启动这辆车，不过目前车子的电池没有电，所以他连车门都打不开，更别说发动车子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只能暂时的给电池通电，用这个办法应付一下。当他打开车门进到里面之后，发现方向盘上的安全气囊已经报废，不仅里面看起来脏兮兮的，还蒙上了一层灰尘，看来修复之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完成。康纳简单擦拭之后，刚想把车子启动，突然想到发动机里还残留有旧机油，另外前端的机油滤清器也报废了，这意味着发动机的机油里面很可能掺杂了非常多的杂质，贸然启动的话后果不堪设想。好在他及时的反应了过来，看来启动车子的事情只能暂时搁置，康纳只能继续提心吊胆。接着他来到了后备箱，打开之后发现了很多零件，是前车主赠送给他的，里面包括了2个完好无损的大灯，还有一个巨大的刹车盘。虽然它比不上碳陶瓷的材质，但相对于普通的刹车盘来说，质量也算是刚刚的。当然这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剩下的零件在一旁的托盘上，这里主要是车身受损的套件，还有一些金属连杆。对于受损不算严重的车壳，康纳打算秉承着节俭省钱的理念，将其修复之后将就着用，剩下那种直接报废的零件，那就买一些2手的来替换就好了。不过在这个过程中，康纳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在这一堆零件的底部竟然有大量的积水，这也就意味着很多零件可能都已经锈蚀了，而且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淋，车子前端的线路有可能也老化了。这时康纳再一次的感到庆幸，还好刚才没有发动车子，万一线路老化短路，那么等待这辆车的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直接报废当废铁卖。接着正当他要着手开始拆车时，突然看到了一个报废的轮胎，内胆直接被磨破了，表面的防滑纹也被磨平，很难想象这辆车遭受了什么事故。不过咱们康纳也是很有先见之明的，他在买这辆蝰蛇的时候，顺便买了一个新的车架，后续他可能将原车的零件全部转移到这个车架上，或者就是对原车架进行切割，缝缝补补的将2者拼凑起来。现在我们对车子的情况已经有了很清晰的了解，接下来康纳的重点将会放在车子的发动机上，首先就是下面的机油滤清器。当他把镜头放大之后，我们会发现它已经被压扁了，为了避免功能受损，康纳要把它拆下来。由于扭曲的较为严重，所以拆卸的过程很麻烦，不过最后也算是顺利完成。接着他跑到商店里买了一个相同型号的机油滤清器，然后快速的换了上去，并给发动机换了新的机油。此刻康纳的心里非常忐忑，因为他并不能确定发动机能否正常启动，万一出现了损坏，那这次的翻新计划基本上就可以提前宣告结束了。只见他忐忑地进入车内，然后紧张地按下启动键，没想到车子直接断电了，他推测应该是电池的问题，于是下车改变了一下线路的连接，接着再次尝试启动这辆跑车，没想到还真成功了。看来这辆车还有药可救。不过由于散热系统和线路没有完善，康纳并没有让车子运转太长时间，确定发动机没问题之后，就赶紧将车子熄火了。接下来就可以正式的开始修复，他打算先把车身套件都拆掉，将内部的情况完全展示出来。现在他要将所有零件换到另一个车架上面，当车身的套件被悉数拆掉后，现在只剩下后面的挡风玻璃了，这部分是由底部的2根液压杆支撑，要想把挡风玻璃拆掉，
掉，自然得拆掉这2根液压杆，而用来固定液压杆的2颗螺丝则隐藏在内饰板的下面。这个内饰板整体是完整的，并没有受到车祸的影响。为了节省成本，康纳必须将其完整的拆下。只见他来到车身的侧面，快速的将2个座椅拆掉。没想到这时还有了意外收获，就在主驾驶座的后面还藏着1张$1。虽然面值不大，但这也算是对他忙活了这么久的回报。当这2个像钉子一样的座椅被拆掉后，内饰板就可以完整的取出，而他也可以无伤的拆下后玻璃。现在整个车架被完整的暴露出来。经过康纳的一番计算和评估之后，发现目前的这个车架已经失去了修复的价值，于是他决定来一个乾坤大挪移，将这辆车上的所有零件转移到另一个车架上。虽然这听起来简直就像天方夜谭，但为了将这辆蝰蛇修复好，康纳也是豁出去了。目前进度还处于拆车架的时期，他已经将前端的螺丝都拧了下来。在掀开顶盖之前，康纳又绕着车子检查了一下，确保所有孔位里的螺丝都已经和车身脱离。接着他一点点的把顶盖敲了出来，这时我们就能发现这辆蝰蛇的车身并没有采用碳纤维材质，整体的重量还是很大的，所以康纳在转移顶盖时有些吃力。我敢说，要是这辆蝰蛇在轻量化方面优化一下，那么绝对能和一些超跑掰手了。现在这辆车看起来破烂不堪，正当康纳要进行下一步拆卸时，突然看到了让他害怕的一幕，原来就在车子的下面竟然有一滩机油流了出来，应该是发动机漏油了。只见他将镜头一转，一个充满细小裂缝的油底壳就暴露在眼前，上面还残留了一些机油。为了确定泄露处是否就是这里，他用抹布将表面擦拭干净，然后静静等待了半个小时，结果表面还真有机油渗了出来。好在只是油底壳出了问题。一开始康纳想着对漏的地方焊接修补一下，将就着能用就行了，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，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。接着上网站上买了一个相同型号的油底壳，价格也不算太贵，只有不到$600，比去4S店里要划算很多。不过还需要过几天才能到货。在这个等待的时间里，康纳并没有停下里休息，而是继续自己的拆车大业。目前的进度并不算太快，车子的主体还算完整，他则开始对车轮下手。这一侧的损坏程度相对较低，所以操作起来比较轻松。但要想把车架拆下来，还是得先过了内饰这一关。这就和我们吃香蕉差不多，要想吃到里面的果肉，必须先把香蕉皮剥开。当康纳成功的取出地板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零件是非常多的，而后续的乾坤大挪移几乎都要靠康纳一个人来完成。这不仅仅是对技术的考验，更是对一场和自己的较量。每一步都必须非常的小心，而且要对拆掉的零件进行记录。万一等全部拆之后找不到原本的零件了，那么全部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。接着康纳绕着车子不停忙活，将前端和车架结合处的螺丝一一拧掉，最后给车子戴上了一条大金链子。这时大家肯定会好奇，他又要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难道是要把车子吊起来？实际上这辆车的结构比较特殊，所有部位并不是一体成型的，就连这个框架也是可以拆掉的。当它与车子彻底断开联系之后，整块就被吊装了起来。当然它还不能丢弃，因为受损情况并不太严重。后面康纳只需要将缺失部分补齐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至于另一边的残缺车身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底盘架，根本看不出来还有跑车的样子，只有尾部目前还算完整。而这正是康纳下一步的目标。他找来了一个搭档，两人断开了上面的排气管，然后先取出顶部的塑料壳，接着一个巨大的油箱就暴露了出来。后半部分没有太复杂的零件，当他们把油箱拆掉后，车架基本上就被清空了，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发动机在前面。不过现在还没有到处理发动机的时候，他要将旁边的车架拉出来，将里面的水全部排出去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个车架的成色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整体的结构很完善。等所有零件都准备好之后，就可以直接安装。接下来康纳要把蝰蛇的发动机拆下来，别看上面的零件错综复杂，但要想把它拆下来，其实是非常轻松的。康纳之前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，只需要将固定的螺丝拧开，然后断开发动机上的管道，最后直接吊装起来就可以了。要说唯一有些困难的就是底部的驱动轴，由于操作空间比较小，康纳的活动受到了很多的限制，所以到时候应该会比较麻烦。他打算先从上面下手，将顶部的软管全都拔出来。这些零件都是显而易见的，要是屏幕前的你去操作，说不定比康纳的速度更快。接下来他趴在车子下面，断开了传动轴的接口。当然做到这一步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因为还有一个巨大的变速箱和一根长长的排气管在等着他。眼前这辆超豪华的道奇蝰蛇跑车，就在2周前还是一堆没人要的破烂，而康纳为了将其翻新好，甚至给他换了一个全新的车架。现在他正在处理发动机部分，当发动机上的所有螺丝和与之连接的管道被断开之后，康纳要将它完整的转移出来。只见他围着前端绕来绕去，不停地寻找着固定点位，接着将铁链一一挂在上面，随着支架的慢慢收紧，这个发动机连同着变速箱就被完整的取了下来。此刻他总算是有机会仔细的对发动机进行检查，结果出现了让他不敢相信的一幕，那就是侧面的排气气管竟然有被烧过的痕迹。要知道它原本的颜色可是金属色的，而且下面的支架也折断了。好在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发动机的功能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目前这辆蝰蛇车身上的主体零件已经被全部拿下，只剩下边边角角的一些线路和4个轮胎处的金属臂。康纳接下来的任务
就是把它们完全的拆掉。当然，这部分的工作量也不算太大。如果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还记得车子是前端受损，所以后面的传动系统包括两侧的轮胎上面的零件都是完好无损的。为了节省成本，康纳自然得将其全部回收。经过大概3个小时的忙活，这个车架已经几乎被清空，只剩下一堆乱七八糟的线路。由于排布的太过于杂乱，所以康纳打算换一种处理方式。这就和我们穿衣服差不多，都是先穿里面的再穿外面的。这些线路就处于车子的最里面，所以当它们被取出来后，康纳会直接装到新的底盘上，然后标记一下缺失的部分，到时候买一套新的补上去。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好处，那就是可以和原车架的安装位置产生对照，有效避免了安装错位的失误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的进度还是非常快的。另外，这些线路也都是成套的，所以只需要一起移植过来就可以了。当整体的框架搭建好之后，他又把原车的减震板拿了过来。这种板子是由铝片和橡胶加工而成，在降低底盘震动和隔绝噪音的方面效果显著，基本上每一辆车子上都会用到。如果大家有翻新内饰的需求，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，不然车内的隔音效果会大幅下降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辆道奇的减震板不是全部都能回收，大部分已经报废了，所以康纳不得不找到当地的经销商，重新采购了一大批零件，这些总共花费1100美元。看来修复报废车的成本真是不低。另外，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里面有一项支出是600美元，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油底壳。不过由于发动机还没有经过彻底检查，所以现在还不能进行安装。而康纳则继续对新的底盘架进行完善。现在他所做的工作是乾坤大挪移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那就是将这些金属杆全部都安装上去。这个过程就类似于玩乐高积木，根据车子的图纸一点点的完善。但是这里格外需要注意的一点，那就是千万不能漏装零件。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有些零件虽然忘记了安装，但并不影响后续的操作。当你快把车子组装完成时，突然发现多出了很多零件，那么这辆车基本上就不行了，除非你愿意把它全部拆开，然后一切从头再来。而咱们的康纳也是非常小心的，他一边进行着安装，另一边叫自己的助手记录操作零件并对照清单，两人配合的也很默契。很快这辆车就开始安装大件了。康纳此刻正在安装的东西是这辆车的差速器，它能够使驱动轮实现不同转速转动。当汽车转弯或在不平整的路面上行驶时，可以让左右车轮以不同的转速滚动。这时有些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要让两个车轮转速不同呢？其实这也非常好理解，当汽车在转弯时，内侧车轮和外侧车轮的转弯半径不同，外侧车轮的转弯半径会更大，这就要求在转弯的时候，外侧车轮的转速要更高，这样车子才能顺利完成转弯。而要想实现这个效果，就必须得依靠差速器。至于后面发展出来的中央差速器、防滑差速器和托森差速器等，都是为了提高车子的行驶性能和操控性能而设计的。如果对此感兴趣的，大家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。而目前在康纳这边又有了新的进展。之前他把翻新蝰蛇的视频发布出去之后，有人对此非常感兴趣，表示可以回收他不要的零件，而且他还和康纳取得了联系，提出要买下旧的底盘架。这个要求正中康纳的下怀，他正发愁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车架呢。说话间，那个冤种就开着拖车过来了。两人一番交谈之后，确定了最终的价格，然后就把车架转移到了拖车上。这个老哥看起来还挺满意，不过根据视频里的信息来看，他买下这个车架似乎并不是用来制作蝰蛇，而是用它作为底板，设计出一辆绝无仅有的概念车，这样价格就能翻好几番。另外，他还对康纳发出了邀请，提出两人可以进行合作。不过很显然，康纳目前并没有时间，他的心思还集中在自己的蝰蛇上。现在车架的搭建基本完成，接下来就轮到发动机了。他要把变速箱和发动机分离，然后给对发动机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。但也就是他这个无心之举，给自己挽回了不少的损失。最后花了9万才翻新好，这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之前康纳将变速箱与发动机分离之后，将发动机单独转移到了支架上，然后对主体进行了全面的检查。结果没想到还有意外发现，那就是有底壳和主体之间的垫片竟然是金属材质的，这让他感到有点疑惑。一般来说，像这种高档的跑车用的都是特殊材质的垫片，这种金属还是第一次见。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的？可以发表在评论区。另外，如果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还记得这个油底壳是坏的，表面有一些微小的缝隙，所以康纳现在要进行更换。这个过程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当他把表面的螺栓拧掉后，发现一旁的齿轮盖依旧扣在上面，而齿轮盖的下面有一个巨大的齿轮，它是和油底壳固定在一起的。康纳发现了问题所在之后，很快的就将它们全部取了出来，这样一来油底壳也被成功拆掉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发动机内部的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所有的零件都非常新，而且完全可以正常运转。但是一旁的油底壳情况可就没那么好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在内部的钢板上面残留了很多的油渍。另外，之前我也提到过，它的底部是有一些小缝隙的，正是因为这些缝隙的存在，才导致发动机漏油。为了弄清楚问题具体出在哪里，他快速地将钢板上的螺丝拧开。当镜头靠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侧面确实有裂缝，但并没有太明显。为了能回笼一些资金，他打算将这个有瑕疵的油底壳卖掉，这样还能节省一些成本。接着他又回到发动机这里，
将侧面扭曲的支架全部拆掉，然后对附近的零件进行检查，确保没有隐藏的其他问题之后，他快速的换了一套新的支架，然后将新的油底壳装了上去。这个工作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对细节的要求很多。就拿这个顶部的螺丝来说，需要将扭矩扳手设置到固定磅数，然后再拧上7圈回转半圈，这样才能达到固定标准。现在这个发动机已经修复完成，接下来康奈将变速箱简单调教了一下，最后和发动机连接到了一起。经过大概3个小时的准备之后，总算是可以和车架合二为一了。由于这部分的体积太过于庞大，所以两人操作起来也有些紧张。为了避免车子在行驶的时候出现异响，他们对方位进行了多次的调整，直到所有孔位完全对齐，这才把螺丝全部固定上去。现在这辆车的动力系统已经全部完成，接下来康奈的重点将会放在控制系统上。如果大家对这辆车最开始的情况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还记得它的后端是没有受损的，这部分的零件保存的也很完整，所以康纳只能先挑软柿子捏，将没有问题的地方先装好。另外在前端的两侧，由于他事先也买好了零件，当然这些并不是全新的，而是康纳从二手市场淘回来的。在检查了附近的情况，确保没有遗漏的零件之后，他就开始了这部分的组装。整个过程非常顺利，车子也慢慢的被填充起来。而康纳下一步的计划，打算从车内开始入手。他先把地板擦得一干二净，然后取出了一套新的减震板。这里我要纠正一下昨天的错误，之前贴在车子底部的东西并不是减震板，而是防火墙。评论区已经有人对错误进行了纠正，希望大家以后也随时监督。现在康纳正在处理的减震板可以有效降低车身铁皮震动，这是发生的根本部位入手降低震动，有效降低了噪音产生。另外减震板也叫阻尼隔音止震板，它是由丁基橡胶铝板组成，丁基橡胶阻尼层贴到车的钢板上，能使钢板震动频率减少，而铝板的主要作用是约束阻尼，减震时使丁基橡胶阻尼层弯曲度变得更小，从而达到最佳的止震效果。为了使贴合更加的严密，康纳用自己的祖传的滚轮不停地滑动，将里面的可能存在的气泡完全挤压出去，这也算是非常关键的一步。如果减震板和车身有空隙的话，那么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忙活之后，这部分总算是粘合完成。这时康纳走到了车子旁边，这里放着一套全新的车身套件，还有之前拆掉的车头部分。这个车头经过了专业人员的检修，目前所有功能都恢复了正常。他和自己的助手一起用起重机慢慢的把它吊装起来，然后一点点的和车身组装。很显然这个过程很顺利，但这也不代表最后的结果是好的，因为后续康纳还要对这部分进行检查，如果里面的线路没问题的话，那么才算大功告成。不过目前他并不打算这么做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康纳决定继续对车子进行组装。如果到时候启动这辆蝰蛇的时候可以一次成功，那么说明车子的零件组装就没有任何问题。其实说白了，他这是在赌自己的运气和技术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也只能拭目以待了。接着他又来到了车子的后面，将油箱的支架固定上去，然后调整了输油的管道的接口，最后两人合力搬来了油箱。这部分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所以操作起来也很方便。一旦油箱装配上去，整个后端的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，剩下的只需要把尾部的框架装上，然后完善一下车身套件，这辆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